由于强台风格美吹袭，进入第4天的台军汉光40号演习于25号上午宣布停止。此前一天，演习就已经因台风而取消了许多科目。针对台军汉光演习，宣称提升台军动武的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大校回应称，民进党当局蓄谋把台岛当战场，妄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最终是绝路一条。 台军汉光40号演习22号开始5天4夜的实兵验证科目，但受台风格美吹袭影响，演习于25号上午宣布终止。各级部队立即转换成救灾任务，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外界注意到，今年的汉光演习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实兵实弹方式，同时聚焦无剧本实战化演练，还首次发布部队交战规则协行卡范本，以提升台军动武的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并演练境外物资接转等科目。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妄想给分裂活动披上合法正当外衣，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民进党当局蓄谋把台岛当战场，把人民当肉盾，妄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完全是不自量力，最终是绝路一条。近日，台媒还披露了台首艘自制潜艇的最新动向。据称，这艘名为“海鲲号”的潜艇在获取关键配件光电潜望镜后，再次出坞入水，下一步将进行细薄测试。需要指出的是，潜艇制造项目始于蔡英文执政时期，是民进党当局鼓噪所谓防务自主政策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从立项到下水，丑闻不断，备受岛内舆论批评。造再多的武器，买再多的装备，都是劳民伤财、装点门面。海鲲如果用于以武谋独，则早晚都是解放军的网中之鱼。台当局近日还热炒大陆对台海及周边地区的灰色侵扰与日俱增。台防部门新增英语广播方式驱离大陆军机，并首次发布大陆火箭军试射和海警船台岛周边活动情况。张小刚表示，这些都是民进党当局哗众取宠、吹哨壮胆的伎俩。解放军的行动不惧任何侦察干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今天的发布会上有5个问题涉及到了台湾。张小刚大校用网中之鱼来比喻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下场，以自欺欺人揭露汉光演习的性质，用吹哨壮胆来形容台军的英文驱离。这一系列形容也得以让我们用解放军的视角看穿台独。当站在强大正义和磊落的一边，对手的弱小、虚伪与丑陋也将无所遁形。值得警惕的是，台海局势风高浪急，也有美国在背后搅局因素。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近日大放厥词称，若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对击败中国信心十足。美媒称，由美国纠集多国在夏威夷周边举行的环太平洋2024军演针对性十足，其中一个科目是击沉4万吨两栖攻击舰，该舰相当于一艘准航母，也是美国海军当前用于击沉演习的最大吨位靶舰，被外界解读为是向中国示威。对此，中国亮明态度：如果想拿军演来吓唬中方，或者对中方搞血缘恫吓，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中国军队历来不信邪、不怕鬼、不怕鸦，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打败一切侵犯之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访华行程持续受到国际舆论热议。除了24号他与中国外长王毅3小时的深入交谈，库列巴还与广东省领导会面。此外，还有他为何选择访问广州，这些都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为何说库列巴此访透露出战后重建的信号？来看看分析。库列巴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近1分钟的短视频，分享了访华的一些细节。他形容与中方就和平之路进行了详细而彻底的会谈，两人不仅讨论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还就双边议程进行了讨论。库列巴还表示，他向王毅发出了访乌邀请。乌外交部在新闻稿中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和平力量的角色十分重要。深圳卫视注意到，库列巴在另一个社交平台发布多条会谈动态消息。24号晚10点多，他更新了一则5分钟的视频，形容当天长达3小时的会谈工作量非常饱和且很值得。
欧洲媒体对于此次会谈普遍予以积极评价。法新社称，中国正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已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进行了多轮穿梭外交。美国彭博社报道，最近几天，中国推动了巴勒斯坦各派别签署北京宣言。中乌外长又在广州举行了俄乌冲突后的历史性会谈。报道认为，中国凸显了其和平缔造者的身份。They've been advocating for an alternate peace conference, and it looks like Kyiv is open to that. 乌克兰外交部透露，库列巴向中方表示，乌克兰愿意在某个阶段与俄方展开谈判进程，但乌方认为俄方尚未表现出这种意愿。实际上，近期俄罗斯也表达了愿意恢复和谈的想法，表示从未拒绝谈判。但观察指出，俄乌的立场仍相距遥远，因此谈判的时机仍未成熟。在双方这个都有意向去开启和谈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呢，双方可能也会去逐步的去修改和调整原来的一些这种关于和谈的一些条件和价码。这个是我们在等待它这个时机进一步成熟。此次中乌外长会谈选择在广州举行，也受到外媒热议。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广州是中国南方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对饱受战火之苦、百业待兴的乌克兰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乌克兰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库列巴在与广东省政府方面会谈时，就高度肯定了广东的发展，并邀请广东企业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库列巴还提到，广东省和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伙伴关系。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开启亚洲访问行程。据美联社报道，布林肯告诉国务院高级官员，拜登希望他的团队继续专注于执行他的外交政策议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则表示，布林肯强调拜登的任期还剩1/8，他此行将到访老挝、越南、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蒙古。其中在老挝，布林肯将参加东亚系列外长会。外界对于中美外长是否再会面也高度关注。美国务院表示，如果两人会面，将谈及台海问题。在长达约10天的亚洲行中，布林肯还将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于28号与日本官员举行美日2+2会谈。据悉，双方将重点讨论推动落实拜登和岸田文雄今年4月达成的有关升级美日军事联盟的协议，包括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指挥权，以及设立更多美日联合开发武器装备项目等。除了2+2安全会谈外，布林肯还将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外长一起参加4方安全对话。实际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这次亚洲行安排2场2+2，另一场是与菲律宾，主题为南海问题。法新社注意到，这次美菲2+2之前不久，菲律宾才与中国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性安排。菲方也担心拜登任期结束后，其政策立场将不再作数，因此提前做出应对。实际上，不止菲律宾，美联社报道指出，亚洲及其他地区盟友都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将陷入谷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认为，从布林肯亚洲行的日程安排来看，对抗性十分明显，是来者不善。是不是想利用马克思政府的软弱来挑起一些冲突，为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垃圾时间争取一些主动？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给他任何挑衅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演讲中，拜登还谈到中国。他说，在我上任时，一般人的看法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但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有分析认为，这是拜登在提醒美国人，自己的对华政策很成功。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拜登可能将成为自卡特前总统以来首位没有在任内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回应称，拜登政府非常慎重对待中美关系。中美元首去年11月进行了会晤，双方高级官员也进行多次互访，未来这样的高层互动还将持续。We want competition without conflict. So we have also had a number of cabinet secretaries. We've spoken to that. 这一届政府，我认为是表达出美国的这种政治外交上的对华政策方面的两面性很突出的一届政府啊。一方面，他们也在谈论跟中国的合作，但是在竞争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加剧。鉴于拜登已经表示要坚持做完任期最后6个月的工作，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拜登将致力于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但分析认为，由于特朗普的强势已经犹如影子政府，拜登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美联社认为，拜登现在俨然是一名跛脚鸭总统，6个月的时间也不足以让他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拜登仍有可能努力在外交领域留下政治遗产。美国总统拜登东部时间周3晚黄金时段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11分钟全国电视讲话，这也是他退出总统大选后首次面对公众。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按照白宫的规矩凡美国总统在椭圆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那肯定是有大事发生。它的规格与媒体待遇甚至高过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那过往呢，小布什总统再次发动海湾战争，宣战伊拉克；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的任务，也都是在这里。那问题来了，拜登周3晚上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的这11分钟，是在谈美国大件事吗？那么在任总统退选当然是50多年一见的头等大事，但是呢，它不是3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吗？拜登当时为什么不选在椭圆办公室讲话，而是以最低调的方式于周日的午后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爆炸性的声明呢？我认为这直接关乎外界对拜登这一次电视讲话的全面评估。在我看来，拜登电视讲话主要它有3重目的，其一是解释退选决定，用他本人的讲稿，前进的最佳途径是把火炬传给新一代，他重进总统的职位，但是呢，他更爱自己的国家。那拜登的言下之意就是退选完全是牺牲小我的爱国决定。那这也是不少美媒报道的一个路数。《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就援引了拜登的这一句：“捍卫民主高于个人的抱负。”但是，这个结论成立吗？我看悬。要追问的是，拜登他退选到底是主动行为，还是在民主党内外的重压之下的一个被迫的选择呢？须知，早在2周之前，好莱坞明星也是民主党募款的头号金主，叫克鲁尼，他就已经在《纽约时报》刊发来论文章：“我爱拜登，但是他是时候退出了。”那么更不要提过去这几周美国主流媒体密集刊发的公开劝退拜登的那些个社评文章了。我上周也曾经在节目中评论，形势比人强，拜登他已经选不下去了。其二就是适宜所谓的剩余任期，套用一句当下的流行语，作为退选总统，拜登在白宫的最后的日子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政坛垃圾时间。这不，他的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开启亚洲6国的访问，就被不少媒体嘲讽是所谓的告别之旅。虽然拜登口口声声接下来还要推进捍卫投票权和选择权，反对仇恨极端主义，继续支持乌克兰等等这些个优先事项，但是呢，这些恐怕不算拜登的真心话，也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其实拜登他最想说的，周3较早时，白宫女发言人皮耶尔呢已经替他做了嘴替。皮耶尔在回应福克斯记者的提问时就这样声称：不，拜登不会辞职。那么拜登退选之后，共和党猛烈炮轰他的总统适任性。刚获提名，在猛力图表现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现在呢是对拜登的头号攻击手。那么拜登讲话的第3重目标是什么？是要维护身后名吗？没错，美国政治语境中的一个专用表述就是所谓的个人政治遗产。那么这也是拜登这一次选择椭圆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按照《纽约时报》的爆料，7月13号，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曾经与拜登面谈35分钟。舒默当面分析了拜登继续搞选战的3大风险。那个人政治遗产被排在最靠前的位置。那么其他呢，还包括美国未来的风险，以及民主党国会选战被拖累的风险。美报就称，当时拜登回应要再考虑1周。我想这实际上也在再次的见证，拜登退选很难被认定是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抱负。更有多家美媒就爆料说，直到退选声明发布之前的几分钟，他才向他的竞选团队的部分高管做了通报。当时呢，这些人还在密集向媒体喊话，拜登将会选到底。那么这些人他是不是被拜登给卖了？拜登退选之后，民主党大佬包括一些自由派的媒体对他是各种溢美之词。奥巴马就发声明称，拜登退选是最高等级的爱国者行为。但是呢，在我看来，这些个肉麻吹捧名不符实，货不对版。而且更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于，拜登看中的所谓政治遗产是与今年大选的结果高度关联的。那么一旦特朗普最后胜出，
现在把拜登捧上神坛的那些个舆论高赞，分分钟就会变调翻脸，一定会指责是拜登退得太晚，埋下民主党选战落败的最大的祸根。今天《纽约时报》就对此做出直白分析，拜登还有半年时间巩固他引以为傲的政治遗产，但是这些个遗产在民主党选民中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更要强调指出，拜登高度看重权力经营的这一场11分钟的电视演说，他回避了美国公众现在最关注，也是对美国国家治理分量最重的一个核心的追问。我认为这恰恰也是关乎拜登个人政治遗产的一个最关键的追问。但您认为拜登这场演说回避了什么？为什么他是最大焦点？作为刚刚退出大选的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候选人，身为还有半年任期的在任总统，拜登他的真实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他的认知能力有没有出状况？你说这个追问重要不重要？对美国国家治理要紧不要紧？是不是和美国公众利益和选民知情权息息相关呢？但是拜登昨天在椭圆办公室的讲话对此全然回避，这让拜登所谓拯救民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那些个高调的喊话，成为所谓的难以承受之轻。好莱坞明星克鲁尼在那一篇很轰动的逼宫劝退文章中就声称，他6月间在一场筹款会上见到的拜登，完全不是他当年认识的那个了不起的拜登。作为交叉验证，民主党的众议员叫莫尔顿，他呢奉拜登为自己的政治导师兼密友。他本人在2014年初选成功，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拜登的助力。但是6月间在法国诺曼底出席多国的纪念大会时，按照莫尔顿他的一个公开讲述，当他和拜登打照面，总统先生似乎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所以现在我很是替那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不值。他2月间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虽然宣布对拜登涉不当机密文件处理的事态不予立案，但是呢，基于 FBI 特工对拜登前后2天持续5个多小时的当面问询，报告中对拜登的这样一句描述，也就是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成为民主党火力全开的攻击焦点，因为当时被认定是拜登竞选拉票的一个关键期。现在看来，这位检察官的结论有错吗？但是他就因此沦为美国党争的一个牺牲品。拜登住进白宫这几年，有关他的健康与认知的传闻不断，上飞机摔了，做完演讲又摔了，把泽连斯基说成了普京总统，又将副手哈里斯喊成了副总统特朗普，甚至最奇葩的所谓的会见窜稀的传言都冒出来了。所以你能说拜登他在首场电视辩论中的车祸现场式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偶发事态吗？甚至已经有媒体人在质疑了，既然拜登他的衰老与认知事故由来已久，为什么白宫庞大的记者团对此会守口如瓶呢？美媒不是要当公益看门狗吗？白宫记者为什么没能够爆料起底呢？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不敢为呢？为什么在拜登首场电视辩论之后，有关他衰老不堪的各种爆料才呈现出井喷的一种势头呢？当初围绕拜登健康的信息封锁墙又是如何建成并且维系的？有关拜登的健康与认知疑云，到底还要在美国政坛飘多久呢？这些答案都在风中飘。美国政坛变幻莫测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他也是在拜登退选之后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不过他演讲的场面尴尬，不仅拜登、哈里斯和万斯都选择缺席，场外还聚集了数千抗议民众。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行程也很罕见，他将分别与美国现总统、前总统以及有力的总统候选人会面，他很难不得罪任何一方。当地时间7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共和党籍众议长约翰逊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也成为首位面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4次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打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3次演讲记录。他的这次演讲长约1个小时。America and Israel must stand together. I thank President Biden for his heartfelt support for Israel
After the savage attack on October 7th, 据美国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的这场演讲遭到60多位民主党议员的集体抵制，他们拒绝起立及鼓掌。前众议长佩洛西形容这场演讲是美国国会邀请的外国政要中最糟糕的一次发言。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缺席这次演讲。实际上，按照美国国会惯例，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通常会坐在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后面，并主持现场会议。实际上，内塔尼亚胡本次是应白宫邀请访美，因此哈里斯有以主人身份接待的义务，但他以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竞选活动为由缺席。民主党方面出席的最高级别人士仅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而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也以参加竞选活动为由缺席。分析认为，这显示面对巴以新一轮冲突这个烫手山芋，民主共和两党都选择回避。现在两党呢都不太能顾得上内塔尼亚胡。当然，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本人的争议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之前支持以色列是美国国内的某种政坛共识的话，那么到现在呢，其实这种共识呢正在趋于分裂。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呢，很多的美国的政客呢就会认为说，如果我这个时候积极的去给内塔尼亚胡捧场的话，可能会对自己是个失分项。而在美国国会大厦外，数千民众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战争，抗议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期间爆发小规模警民冲突。I'm coming here to protest Netanyahu visiting here. I'm a tax-paying U.S. citizen,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my taxes are continuing to fund a genocide. I think that's unacceptable. And I can't believe he's here asking for more money when there are people literally dying. 美国媒体在直播演讲的同时，也在同一屏幕呈现了抗议画面。而针对这些抗议者，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用词也毫不客气。Many choose to stand with evil. They stand with Hamas. 不少美国媒体都认为，以色列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的反击程度超过必要的限度，导致了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更大不满。美国多个大学校园爆发的抗议活动，导致上千名学生被捕，令人震惊。民意调查显示，大约1半的美国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对加沙采取军事行动方面做得太过火。有约2/3的民主党支持者对以色列的行为提出批评。而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裂痕也早已摆上台面，外界高度关注两人这次在华盛顿面对面会晤，场面会否像此前电话交谈一样不欢而散。据悉，拜登将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与内塔尼亚胡举行双边会议，这也是拜登宣布退选后首次与外国领导人会面。英国《卫报》认为，这次会面将是对拜登在其任期内向以色列施加美国影响力的一次重要考验。拜登的退选让他从选举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可能会更关注自己的政治遗产，寻求在自己的任期内结束加沙冲突。因此，拜登在交谈中的态度可能更加大胆，但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将这份大礼包送给与其私交不错的特朗普，而不是拜登。但随着哈里斯接棒后，他的支持率迅速反超特朗普，这也令内塔尼亚胡相当难办。因此，他安排的与哈里斯的单独会见也就在情理之中。美国媒体预计，哈里斯代表了美国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不像拜登那样与以色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情感联系，因此更可能迎合年轻选民的情绪。那么确实呢，最近以色列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不仅是作战的战线在扩大，而且它跟黎巴嫩真主党呀、跟也门胡塞武装等等这些周边的中东民间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呢在不断的升级。短期来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吧，还是要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而这个长期来看呢，它主要是希望能够增强自身的这个安全保障能力。观察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重头戏是与特朗普的会面，特朗普也显得相当重视。他在23号预告自己将在2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内塔尼亚胡。而在24号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内塔尼亚胡也感谢了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对以色列的帮助，包括促成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微妙。特朗普在其任内高度支持以色列，2017年甚至不顾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则用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戈兰高地的一处地点。
然而之后两人却闹掰了。2000年，内塔尼亚胡祝贺拜登胜选，特朗普对此强烈不满，对媒体表示自己遭到了背叛。外界还注意到，就在宣布与以总理即将会面的几个小时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公开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来信，同时写道：期待26号见到比比，更期待实现中东和平。对此，美国媒体的评论指出，这样的方式确实很特朗普。特朗普呢，实际上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就一直在不断的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拜登在中东政策上的软弱无能等等。他一直表示，如果他自己执政的话，那么他会短平快的去解决巴以的问题。当然了，我想他作为一个反对派，他批评拜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说换他本人来执政的话呢，恐怕未必能够对降级巴以冲突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分析指出，拜登退选后，内塔尼亚胡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人物，正在权衡美国政坛的最新动态。在遭枪击后，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大增。然而，哈里斯一夜之间的崛起，又让这场选战变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也只能再次选择两面下注。我们看到，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之行，外媒普遍认为他来的不是时候。您对此如何看？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关心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我认为答案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美国人自身之外，就是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以及伊朗等国家。因为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着俄乌局势与中东局势的走向。然而最近几天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选战形势可谓是一波三折，非常的戏剧化，处于极度不确定性状态。尤其是这场选战还涉及到了美国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这就让原本兴冲冲的要压特朗普当选的内塔尼亚胡政权突然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起来了，不知道要把宝压在谁身上。而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身上。无论是对于以色列还是乌克兰来说，一旦在这次大选中押错了宝，其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前的这场美国总统大选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更涉及到了内政与外交政策之争。而内政外交政策之争的背后，这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是宗教信仰之争，甚至是两个美国与两个世界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押错了宝，另一方将很难原谅他们。而在我看来，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既可以看成是左右两派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看成是所谓的进步派与保守派之争。在美国建国200多年之后，这种左右之争已经完全走向极端化，温和的左派与温和的右派都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那在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在俄乌局势与中东局势上，分别代表左右两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持什么样的不同态度？我认为，简单来说，在外交政策上，左派的民主党走的是一条干预主义路线，也就是主张美国必须要打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人权外交牌，必须要去主导并维持世界秩序，并且要去充当世界警察。而右派的共和党走的这是一条孤立主义路线，也就是主张所谓的美国优先，扫好自己的门前雪，不要管他人的瓦上霜。这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体现在俄乌局势上，就是民主党不仅要团结和带领北约，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甚至还产生了要全面削弱甚至是搞垮俄罗斯的念头。而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这对继续领导北约与发展壮大北约不感兴趣，反对美国花纳税人的钱去支援乌克兰，甚至是认同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主张乌克兰应该割地求和。不过，虽然民主党奉行的干预主义政策与共和党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俄乌局势上是适用的，但是在中东局势，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这完全不管用了。甚至是抱持着完全相反的态度。奉行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原则和无条件的。民主党虽然也支持以色列，但是这种支持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和底线的，甚至某些时候还是会反制的。
这就是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可能再度当选内心感到窃喜的原因，也是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行程中执意要去会见特朗普的原因。然而，就在内塔尼亚胡以为特朗普将铁定战胜拜登，并且主动讨好特朗普，想要修复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拜登却突然退选了，而哈里斯人为受命，并且在民调上还出现了反超特朗普的架势。这一下就让内塔尼亚胡完全傻眼了，甚至是被整不会了。同样被整蒙圈的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最近跟特朗普打电话，向特朗普拜码头，其实就是在为特朗普即将上台在做准备。然而此举却得罪了仍然在台上，并且极有可能推出哈里斯赢得连任的民主党政府。布林肯国务卿甚至对泽连斯基的墙头草作风公开表达了不满。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美国内部政党政治的生死对决与混乱状态已经完全外溢，并冲击到了当今的世界秩序。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戏剧性的跌宕起伏，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以色列，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中东局势，都已经陷入到了无所适从的状态。所以说，接下来2-3个月时间内，整个世界都将进入屏住呼吸的状态，开始静待美国总统大选的靴子落地。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哈里斯选情气势如虹，吸金能力更是惊人，在24小时内筹集到了超过8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创下了美国纪录。有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成功反超，目前略微领先特朗普约2个百分点。据称，哈里斯逆袭已经让特朗普感到害怕，他能最终击败特朗普吗？来看看报道。美国民主党近日宣布，该党的全国代表们将于8月7号之前举行投票，确定总统候选人提名。据美联社报道，截至7月23号上午，在拜登退选后的2天内，哈里斯就成功获得2688名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远超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提名所需的1976名代表支持的门槛。这意味着，只要保持势头不变，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悬念不大。哈里斯也拼尽全力进行拉票。继23号在威斯康星州出席首场竞选活动后，他24号来到印第安纳州，向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组织发表演讲，瞄准有色人种族群。We shar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a future where every person has the opportunity. 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纳州长期是共和党的地盘。自1972年以来，除2008年外，该州选票都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但2008年，该州支持奥巴马的人占优势，因此民主党看到了其中的有色人种选民的强大凝聚力。据称，哈里斯具有1半的牙买加血统和1半的印度血统。自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哈里斯的选情简直可以用坐火箭来形容。他此前曝光率很低，甚至被认为是给拜登拖后腿的形象一夜之间反转，成为民主党年轻一代接班人的代言人。哈里斯获得支持的程度远超此前外界预期，尤其是他的吸金能力让特朗普都要惊掉下巴。哈里斯的竞选团队22号宣布，就在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参选后的24小时之内，他们一共筹集到了8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不仅成为今年美国大选双方阵营已经公布的最高数字，更创下了美国总统竞选史上单日最高筹款金额的纪录。美民主党数字战略家肯尼斯·彭宁顿评价称，这可能是民主党历史上最伟大的筹款时刻。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该团队称，截至24号，新募集到的资金总额已将近1.3亿美元，超过拜登此前在整个5月里募集到的资金总额。加上拜登宣布退选后转到哈里斯名下的约9600万美元，这个庞大的竞选资金池将成为他挑战特朗普的强有力后盾。报道称，支持者中就包括民主党最大金主之一、美国媒体大亨麦克·布隆伯格、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和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之子亚历山大·索罗斯。报道援引一名长期为民主党募捐的谷歌公司前高管称，过去几周内，在拜登选情糟糕的情况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民主党捐款人都几乎瘫痪了，手里的资金没有流向任何地方。好在如今闸门已经打开。他预计未来几周内捐款活动规模和成果还会继续扩大。
30,000 new volunteers in one day. So to me, it just suggests that there's a level of excitement, enthusiasm. Folks think that she's ready. She's a partner to the president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除了金主大量捐款，此前被拜登坚持竞选连任搞得士气低落的民主党也迅速满血复活。党内高层快速表态支持哈里斯，包括美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高层领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23号甚至举行联合记者会，一起宣布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民主党出现这样豪华的助选阵容，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罕见。From the grassroots bottom up, we are here today to throw our support behi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I'm clapping. You don't have to. It's a happy day. What can I say? 舒默对民主党所迸发的热情和团结氛围感到鼓舞。他形容支持的力量不断涌现，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美媒此前认为，在拜登宣布退选并转而支持哈里斯后，国会的2位民主党领袖的意见是关键性的，而他们2位民主党大佬也丝毫没有犹豫，稳住了民主党基本盘的阵脚。更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斯接棒也激发了选民的登记热情。由于美国投票率常年维持在60%上下，因此新增选民的倾向十分关键。而根据一个美国选民登记网站数据，自哈里斯接替拜登参与竞选后的48小时内，全美共新增3.85万名新注册登记选民，创下本届选举周期的另一项纪录。其中83%的人年龄在18至34岁。分析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是受到哈里斯利用流行文化进行宣传而引流过来的。路透易普所的最新全美民调显示，哈里斯以44%对42%的微弱优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这也是本次大选启动以来的罕见反转。根据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媒体的联合民调，哈里斯以45%对46%基本与特朗普持平。观察指出，无论如何，这一数字都远胜于拜登此前与特朗普的悬殊差距，体现出哈里斯巨大的选举能量正在激发。他正以超出外界预期的方式引领民主党选情。共和党方面会真正的紧张起来。我们也看到，其实哈里斯是一个被低估的人物。他在这届政府里面，他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决策核心外面的人。那么现在他得到了机会。接棒后，哈里斯立刻对特朗普发起攻势。他23号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首场竞选活动演讲中，以自己曾为检察官的身份，猛烈抨击特朗普的犯罪记录，将正义与犯罪进行鲜明对比。而美国福克斯新闻已邀请哈里斯和特朗普2人于9月17号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一场电视辩论。目前尚不清楚哈里斯和特朗普是否会接受这一邀请，但就在福克斯新闻发出邀请的前一天，特朗普告诉记者，他愿意与哈里斯进行多场辩论。继此前6月27号的拜登和特朗普第一场电视辩论后，2人之间的另一场辩论原定于今年9月10号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但由于拜登退选发生变数。与此同时，特朗普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对他有偏见，因此主张第2场总统辩论应由福克斯新闻举办。由于报道倾向缘故，福克斯新闻被认为是特朗普的主场。对于哈里斯的口才，有美国媒体认为可能并不在特朗普之下，因为他曾担任加州检察长长达6年，庭上激烈辩论和拷问犯罪嫌疑人对哈里斯来说是拿手好戏，因此他们之间的辩论也备受期待。就在选情焦灼之际，特朗普的当红搭档万斯却在首次个人竞选活动上露了怯。当地时间22号，万斯前往俄亥俄州，在自己的高中母校进行了一场围绕工人选民展开的竞选演讲。在吐槽民主党会给任何事都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时，他试图引用生活中的例子讲一个笑话，没想到这个包袱完全没响。Well, they say it's racist to do anything. I had a Diet Mountain Dew yesterday.And one today.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call that racist too, but 据美媒介绍，激浪是一种深受当地美国底层白人喜爱的柠檬汽水。万斯试图用这个例子来拉拢美国贫穷白人群体，也就是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描述的他的朋友们，却没想到现场只响起了零星的笑声。万斯只能通过自己的笑声来缓解尴尬。It's good. I love you guys. 这段被一些美国网民评价为尴尬到脚趾抠地的演讲翻车视频片段，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更被不少脱口秀节目当作调侃材料。
Oh, buddy, you sound like a groom who invited only coworkers to his bachelor party. I love you guys. Thanks for coming to my mom's house. Hey, should we get a little crazy and order another round of Diet Mountain Dew? If the Democrats let us, am I right? Where's everybody going? 观察指出，万斯的从政经历很短，道行尚浅，缺乏竞选集会的历练。实际上，他短短的参议员生涯，此前也并不怎么受共和党资深议员们的待见，认为他的问政瑕疵很多。有媒体认为，特朗普并非不知道万斯的短板，但是他不在乎，他需要的是一个不会抢走自己风头，并对自己崇拜有加的后辈。这种心态，在他此前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时期起就表露无遗。He liked me. Maybe more than anybody liked me. Really? Really? Vance likes Trump more than anybody else? Is that true? Yes, of course. Makes sense.